火光熊熊的教堂，惨叫声伴着刺鼻的味道弥漫树林，术士静静地站在树林中注视着。国王的失踪让整个皇宫都被惊醒，凯瑟琳打算亲自去找儿子，忽然儿子回来了，进门就忙着跟母亲道歉。虚惊一场的凯瑟琳抱着儿子亲了又亲，喃喃道：“人没事就好，并且招呼着孩子们都回屋子睡觉。”然后扭过头面露凶相。波旁两兄弟还想打岔，结果一人领了一鞭子。凯瑟琳怒斥两人为了一己之力差点把自己的儿子害死，看着气头上的皇太后，两人敢怒不敢言地溜了。一旁的嬷嬷朗西顿感不妙，快马加鞭地冲向养女的教堂，但那儿只剩下一片废墟，踩着灼热的灰烬，嬷嬷朗西绝望地搜索着女儿的痕迹。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毒舌王后》第2季的第2集，非常精彩。我先讲剧情。枢密院会议上，嬷嬷朗西认为这是一场谋杀，因为门被从外面锁上了。波旁兄弟指责吉斯两兄弟就是凶手，特别是弗朗索瓦将军半夜带队出去行踪可疑。这起纵火事件就是一起针对新教的宣战，而且还试图谋杀国王，谋杀波旁贵族，必须把吉斯家的弗朗将军送上法庭审判。面对波旁兄弟激昂的声讨，吉斯家两兄弟异常冷静，拒绝承认任何指控，淡淡的反驳说，也许这就是不满新教的信徒干的。新教如果想为此向天主教宣战，那就等于在向皇室宣战。说完就扭头看向查理九世，查理九世则忙着问嬷嬷朗西。嬷嬷朗西咬牙切齿地表示，一旦找到证据是弗朗将军干的，那自己会亲手割下他的脑袋。凯瑟琳赶紧打断，称皇室既不会放过惹是生非的，也不会放过借题发挥的。现在双方情绪激动，不易于解决问题，先散会冷静一下再回来谈。临走时，吉斯和波旁两家还忍不住互放狠话。凯瑟琳明白他们两家都在背后玩阴的，儿子也识趣儿地起身溜走。凯瑟琳安慰愤怒的嬷嬷朗西，自己不是想包庇弗朗将军，而是想要阻止一场内战。待皇室地位稳固，国家繁荣昌盛之时，绝对支持嬷嬷朗西的复仇，这才勉强压下了嬷嬷朗西的复仇之火。凯瑟琳很清楚，即便大权在握的人，也没有为所欲为的资格，一步踏错就有可能彻底覆灭。兄弟姐妹们对这场意外各有想法，亚历山大很关心这事儿，至少表面上显得很担心国王哥哥。查理九世根本不领情，寻思着刚打过一架呢，这又是在找茬看笑话呢吧。不过这件事儿确实让他很沮丧。正在试穿新衣的姐姐伊丽莎白认为，听从母亲的安排是最简单最万无一失的方法。查理本来就明白这一点，却还非要瞒着母亲自作主张，差点闯出大祸。然后就要求妹妹玛格也去做一些新裙子打扮一下，但是妹妹玛格表示自己更愿意把钱拿来捐给穷人。姐姐嗤之以鼻地认为，外表漂亮就可以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挑一个国王，成为皇后就可以支持查理九世的统治。小弟弟弗朗索瓦很赞同姐姐的选择，亚历山大则一脸嫌弃地看着姐妹们斗嘴。玛格不赞同也没有反驳，只是表示很同情那些被烧死在教堂的无辜信徒。亚历山大则认为还不如担心一下国王哥哥，这是一场谋杀，传闻是吉斯家的弗朗将军干的。这话令玛格非常意外，他完全不相信。而亚历山大言之凿凿地告诉他，吉斯家这么做就是想引起一场内战。查理九世赶紧打断，认为没有证据前不能妄下结论，祸从口出的道理也适用于皇室。接着他话锋一转，认为玛格是应该做一条新裙子，所谓施舍不过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美德的虚荣心罢了。那些捐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但这种争执却会引起家族内部的不和睦。有了国王弟弟的支持，伊丽莎白得意地接过话炫耀道，比起那些捐款和慈善，民众更喜欢崇拜和追随华丽时尚的外表所彰显的财富、地位、权力。这条法则亘古不变。亚历山大也赞同姐姐的看法，而且如果没有皇室贵族成为穷人的梦想偶像，他们就只能关注自己悲惨的人生了。不过亚历山大马上直言，姐姐穿这条新裙子真的很难看。伊丽莎白气得当场就脱了裙子，并表示亚历山大穿上也好看不到哪儿去。结果亚历山大还真的穿上了，玛格趁机讽刺亚历山大穿着比姐姐好看多了，并且干脆给他涂上了口红，弟弟则拿来了粉扑。这一通恶作剧被忽然到访的胡安娜和儿子亨利碰了个正着，
胡安娜看着这个男扮女装的亚历山大，顿时恶心至极。本来想带着儿子来和瓦卢瓦家族的儿女们凑凑近乎，却没想到王子公主们竟然这么不男不女的，而且还当着国王的面，他担心他们带坏自己的儿子，话中带刺儿的讽刺查理九世作为国王不作为，然后就忙着告退，闹得查理九世更为不爽。术士忽然出现在凯瑟琳的寝宫，凯瑟琳并不欢迎他。身为皇太后，如果被人传言和黑魔法有关系的话，会让眼前的宗教之争变得更为复杂。术士却觉得黑魔法可比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宗教好多了，说着就提起前一晚的火灾，表示自己就在现场。凯瑟琳从术士口中确认了此事就是吉斯家所为，术士也表示会守口如瓶，但他警告凯瑟琳小心仇恨，从古至今，仇恨的故事是最容易传播和被记住的。说完，术士就告别了，留下焦头烂额的凯瑟琳。吉斯公爵夫人对儿子大加赞赏，她一边把那些情书还给儿子，一边期待着这把火能掀起真正的战争。弗朗将军对母亲敢怒不敢言，忙着把信扔进了火里，以免节外生枝。吉斯家的安托万一想到要打仗，就打起了退堂鼓。胖子在一边试穿铠甲，一边解释，凯瑟琳皇太后一定会让步的，在此之前，样子也必须要装一装。安托万这才反应过来，哦，原来只是虚张声势。他马上建议，不然改信天主教吧。胖子告诉他太晚了。安托万认为找到心之所向，什么时候都不晚。但胖子真诚地表示，现在家族责任和兄弟情谊大于信仰。说的安托万无言以对，只能拍着兄弟的肩膀赞美道：“兄弟穿上铠甲，看起来像个漂亮的蛋。”轮到安托万一脸无奈地试穿铠甲时，凯瑟琳皇太后推门而入，看着波旁两兄弟正在摩拳擦掌的备战，凯瑟琳表明来意，希望波旁家明白，这起惨案没有直接证据可以给吉斯家定罪，即便找到证据，吉斯家也可以随便找几个替罪羊，所以还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未来，比如与英国商讨贸易协定，届时多多的挣钱机会就能安抚新教徒的伤痕。说着就问起波旁家对此事的看法，胖子马上把邀请胡安娜来斡旋此事的计划说了出来。凯瑟琳满口答应并同意公开此事，但是禁止私下签订任何条款。达到目的的波旁家痛快地答应下来，并高呼万岁。看着凯瑟琳离开，两人迫不及待地安排人收拾铠甲扔回仓库。接着凯瑟琳就来到了吉斯家，吉斯公爵夫人极不情愿地起身行礼。凯瑟琳直言自己知道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公爵夫人，这两个妈宝根本没有这脑子。弗朗将军马上反唇相讥，认为可以展开谈谈妈宝这件事儿，暗讽查理九世才是顶级的大妈宝。凯瑟琳懒得接话，她警告吉斯家，为了避免战争，皇室不得不包庇弗朗将军，而作为交换，吉斯家必须与众贵族一起掏钱修建一座宏伟的宫殿。这座宫殿应该就是杜伊勒里宫。一贯吝啬的公爵夫人马上拒绝出钱，凯瑟琳威胁，不出钱就等着亲儿子弗朗将军被送上法庭砍掉脑袋。公爵夫人更进一步，那天主教信徒就会造反。凯瑟琳硬刚道，皇室不介意与天主教决裂，而且不论结局如何，弗朗将军的脑袋都保不住。公爵夫人当然不能开局就先送一个儿子的人头，泄气之余不甘心地断言，皇室最终要在两个宗教中做出选择的。凯瑟琳坚决地说，那自己会选择法国的稳定和和平。吉斯主教不相信有人肯出钱，皇太后告诉他，只需要有一个领头羊，其他人就会争相掏钱。这个领头羊就是凯瑟琳的老对手戴安。亨利死后，戴安就搬出了皇宫，几乎被人淡忘了。凯瑟琳的突然造访让戴安倍感意外，但他依然不失时机的要用一场等待小小的羞辱一下凯瑟琳。见面后，戴安掩饰不住的恭维凯瑟琳，有事儿做可真是幸福。凯瑟琳则赞美戴安身残力坚地把住处装修得很时髦。戴安怨恨地表示，那还不是因为凯瑟琳把自己赶了出来。不过他马上收起怨恨，表示那只是命运使然。凯瑟琳却马上接过话，指责戴安勾引未成年的亨利的行为不能算作是命运的安排。戴安解释道，自己未成年就嫁给一个比亲爹还老的老头子，而且未成年的凯瑟琳被指婚给陌生的王子，这如果不算是命运安排，那就只能算家族事务了。不过经历过苦难，就不会把苦难强加给自己的孩子。
凯瑟琳也表示赞同。两个母亲暂时找到了共同的立场。戴安谄媚道，自己很想念王子和公主们，至少她对这些孩子付出的陪伴和爱，甚至超过自己的女儿们。殊不知，这又触到了凯瑟琳的痛处。凯瑟琳并不感动，而是冷漠地表示，每个人都付出了代价，心中暗念：戴安在那些年仗着亨利的宠爱，抢走了自己身为母亲的位置，现在还好意思提，脸真大。背叛了凯瑟琳的药剂师女儿早就对站错队郁闷不已，凯瑟琳的出现让她看到了转机，于是话里话外的和拉西玛套近乎，表达自己愿意效力的愿望。没想到戴安扭头就支走了他。戴安询问凯瑟琳的到访是不是跟那场教堂火灾有关，凯瑟琳直言，亨利二世生前赠给了戴安大量的珠宝首饰、土地、森林和田地、海外资产以及运输的船只。这些财富让戴安富可敌国，自己没有利用权力收回这些，只是想开口请他帮个小忙，带头捐钱修一个宏伟的宫殿，用恢宏的标志性建筑来提升民众的自豪感、爱国热情以及转移矛盾和注意力。聪明如斯的戴安马上答应下来，但顺带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凯瑟琳特许自己把遗产留给女儿们，因为当时的继承法家族财产只能有儿子继承，戴安没有儿子，女儿们如果能够得到这些遗产，就不必受制于婚姻。凯瑟琳也爽快地答应了，并要求戴安在自己前去意大利筹款的时候，帮忙照顾自己的儿女们。这令戴安受宠若惊，马上提出想和凯瑟琳成为挚友。凯瑟琳当场拒绝了，戴安根本就是个老狐狸，凯瑟琳吃了他那么多的亏，怎么可能还会相信他？这一次不过是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罢了。安托万迫不及待地想把老婆胡安娜支走，他告诉胡安娜，皇太后已经接受了和英国的贸易协定，所以妻子应该尽早动身去英国比较好。胡安娜也正想离开这个无趣的丈夫，但这一次她决定把儿子亨利留下。安托万一想到要管孩子就崩溃了。同样身为父亲的蒙莫朗西却对养女之死痛不欲生，反复在火场搜索，却一无所获。闻讯而来的民众虔诚的笃信这就是神迹。伊迪丝带领信徒们穿过烈火，走向了永生。这个传闻甚至连弗朗将军的情人也听信了，他请求弗朗将军原谅自己，为了钱卖了那些情书，却没想到弗朗将军用一个死亡之吻来结束了这场背叛。凯瑟琳准备出发去意大利筹钱，临走前，她一不小心撞破了儿子查理九世的特殊嗜好，儿子崩溃的大喊，凯瑟琳却淡定地转身离开，并不忘威胁一下侍卫把嘴闭上。凯瑟琳对皇家这种私生活混乱已经见多不怪了，她豁达地解释这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法。分别的日子转瞬即至，凯瑟琳将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意大利。儿女们都齐聚一堂与母亲道别，凯瑟琳特别嘱咐国王儿子查理，查理努力掩饰着尴尬，凯瑟琳轻声鼓励儿子，国王的自信是获得臣民拥护的前提，而自己作为母亲无论如何都会支持和相信儿子。这席话让查理倍感鼓舞。然后凯瑟琳就向孩子们嘱咐，要对国王哥哥绝对的尊重和服从，并敲打亚历山大安茹，不准给哥哥添乱。要求吉斯和波旁两家和平共处，示意蒙莫朗西自己的嘱托，然后转身离开。凯瑟琳刚走，吉斯和波旁两家就互相讽刺挖苦。玛格询问弗朗将军火灾是否真的是他所为，弗朗将军狡猾地否认了。玛格长舒一口气，这姑娘真是单纯好骗啊。离开皇宫的马车上，凯瑟琳问起失踪的陪嫁女佣和她徒弟，拉西玛告诉她没有任何消息，但有消息称这场火灾有幸存者，这令凯瑟琳又担心起来。吉斯家的弗朗将军更是在深夜前往烧毁的教堂探查，没想到在树林里遇见了拿着火把从四处聚集而来的信徒，他们在森林中集结，一起倾听来自一个女传教士的布道。这个女传教士竟然就是蒙莫朗西的养女伊迪丝，而她身边还有凯瑟琳的陪嫁女佣以及受伤的徒弟。好的，本集剧情就介绍到这里。
毒蛇女王的故事逻辑真是非常严谨，信息量也很大。开场第1集就设计了一个小高潮，把吉斯家和波旁家两家的争斗推上了顶峰。两家的权力之争，同时也是天主教和新教的信仰之争。这个危机威胁着凯瑟琳想要维护家庭和国家平安的目标。但刚开始，在吉斯和波旁两家的矛盾里，吉斯家是强势的一方，他们手握军权和天主教的教权。如果两边直接硬刚，显然吉斯家的胜率比较大。于是为了让双方势均力敌，摩莫朗西因为养女的关系而站在了新教一边。凯瑟琳的陪嫁女佣也成为了新教教徒。而在这起冲突里，摩莫朗西以为痛失爱女，而与吉斯家水火不容。陪嫁女佣的学徒也受了重伤，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就变得不那么容易调和了。说到这儿，这个陪嫁女佣就是那个异教徒美女，曾与老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有过一个私生子。瞎猜一下，这个学徒有可能就是他的那个私生儿子吧。凯瑟琳在这一集暂时勉强解决了火灾的冲突，然后又牵出了一主一副2个故事线。副线是波旁家主持与英国的贸易谈判，主线是凯瑟琳要筹钱修建一个宏伟的宫殿。为了这个新目标，凯瑟琳不仅找来了老对头戴安，还必须暂时离开法国。这就让第1集中铺垫的来自儿女们的矛盾这条副线有了发展的机会。亚历山大·安茹对哥哥查理9世的王位虎视眈眈，玛格的孤芳自赏和理想主义自带着惹麻烦的气质。国王查理9世又是一个软弱没有什么主见的人，离开了凯瑟琳的强势压制，那么来自家庭内部的不稳定，以及吉斯和波旁两家脆弱的停火协议，都有可能产生可怕的危机，破坏掉凯瑟琳美好的和平愿望，但同时也会带来令人期待的精彩故事。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一集中烧死了那么多人，只有玛格表现出了同情，其他人都冷漠无比，更甚至是吉斯家作为始作俑者丝毫没有任何愧疚。波旁家也只是拿这些死去的冤魂作为自家争权夺利的筹码，甚至凯瑟琳也以大局为重，忽视这些生命，而且还保护了凶手。真是把权力巅峰的这些人的冷血和自私刻画得很深刻。这一点很值得那些把现代的价值观强加到历史人物身上的剧集好好学习一下。好的，本集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Some wounds do not heal.